你好，我是节目主持人郑小超，你现在收看的是《天下文章》节目，内容来自网络上流行的热门文章。我现在为大家播报的这篇文章来自美国之音，作者钟晨芳。美增加驻台军人是跨越北京红线，专家只有大胆行动才能打乱习近平计算。华盛顿，在《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军计划扩大驻台湾的美国军人的人数，以协助台湾训练后，有美国众议员说，美国正在全力阻遏台海发生冲突，增加在台湾的美军人数就是协助台湾增强自我卫能力的一部分努力。不过这个做法是否跨越中国红线引起一些辩论。有军事专家甚至认为，美军应该在台湾建立一个至少1500人的军事存在，因为只有大胆的行动才能打乱习近平的计算并动摇他的信心。华尔街日报星期四2月23日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独家报道说，美国计划大幅扩大在台湾的军事存在，将在台湾的美军人数从1年前的大约30人增加到100到200人，其中包括特种部队及海军陆战队，这将是数十年来美国对台湾部署军人最多的一次。双方正在紧密合作，以抗衡中国日益增强的军事力量。报道还提到，美国密歇根州的国民警卫队也在密歇根州训练一批台湾部队，包括在密歇根州北部的格雷林营 Camp Grayling 举行多国演习。正当美国致力于提供台北它所需的自卫能力，而不致挑衅北京之际，这支人数更多的部队将扩大一个五角大楼非常不愿意公开的训练项目。不过报道也说，在美台两地扩大的训练也是美国协助一个紧密伙伴应对来自中国可能入侵的一部分做法。美对台防务支持依中国威胁而调整。星期四，白宫发言人卡林让皮埃尔 Karine Jean-Pierre 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关于这篇报道的内容以及美国此时做此决定的理由时说，关于这个决定的任何具体数字要去问美国国防部，不过它可以说明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我们对于与台湾防务关系的支持仍然依据当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呈现的威胁来调整，也和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一致。那并没有改变。我们对台湾的承诺有助于保持台湾海峡及地区内的和平与稳定，他说。新泽西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米奇·谢里尔 Mikey Sherrill 是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也是新成立的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成员。他星期四在美国有线电视网 MSNBC 早餐桥 Morning Joe 节目上也被问到了美国增加驻台湾的军人人数的问题。我认为人们现在见到的是美国协助台湾自我防卫的承诺与决心，那是见到现在正在发生的全球事件之后。现在没有什么比我们确保台湾有工具，台湾人有工具来保护并防卫他们自己更重要的事情了。我认为那就是你们现在见到的这个演习，你们见到的这个训练。对于他是否会担忧台海冲突不可避免，从海军退役的谢里尔众议员说，他绝对不会说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我认为我们现在正在采取一切可能的作为来避免那个冲突发生。我们阻止那个冲突的一部分做法，别弄错，就是要确保乌克兰人赢得这场与俄罗斯的战争，因为中国正在观望。如果俄罗斯能够入侵并占领那片领土，乌克兰的领土完整性，占领那个国家，占领一个民主国家而没有承受严厉的后果，那对中国将是某种信号。美应大胆行动打乱习近平计算。美国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高级主任易思安 Ian Easton 在接受美国之音电邮采访时说，由于台湾的战略重要性，美国政府应该多加考虑的是显著扩大在台湾军事存在，设立一个旨在训练、咨询和联系至少有1500人的特种部队及海军陆战队的好处。他说，船舰的访问、在台湾海峡的巡逻及常态性从华盛顿派高级领导人代表团到台湾等做法，都是额外的低成本、高影响力的可行选项。只有大胆的行动才可能打乱习近平的计算并动摇他的信心，易思安说。兰德公司政治科学家郭红军 Raymond Kuo 认为，美国扩大在台军事存在是增加美国训练台湾部队的一系列机会之一，而且《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还提到，目前密歇根州的国民警卫队也在美国训练台湾军队。一些专家最近都发表过文章，谈到美国在训练波罗的海及乌克兰军队的经验对台湾的应用。类似的项目在协助乌克兰士兵抗击俄罗斯的战斗中非常有效。最近才接任兰德公司新成立的胡定无台湾政策倡议 Who Taiwan Policy Initiative 主任一职的郭红军在接受美国之音的电邮采访时这么说。
他说，台湾也有各种做法来加强自卫，例如建立前后连贯的领土防卫计划，加强训练制度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在美国支持下寻求途径来与其他国家的军方接触和协调等。不过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台湾政治及军事领导人必须对一个一致性的战略凝聚共识，比目前更严肃地看待中国的威胁。他说，台湾正面对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他需要明确的领导力来产生、汇聚、组织及部署他在防卫上所需的资源。跨越中国红线有风险。郭红军也担心，美国在台增派军人的做法有一定的风险。北京或许会认为在台湾有外国军人是一个开启战端的红线。清楚的是，他们能够接受在那里有一些美国军人，不过到底会引起他们报复的门槛是什么？郭红提出他的疑问。不过对于中国所称的红线，著有《中共攻台大解密》及《最后的斗争》、《中共全球战略大揭秘》等书的易思安却认为，美国不应给予他太多信用，因为红线的设计只是为了让中国更容易征服台湾。华盛顿能做的最糟糕事情就是给予北京的红线过多信用，那没有国际法的基础，而且一直以来他的设计目的都是为了确保台湾越来越强脆弱，更容易征服。易思安认为，要保护自己国家的重大利益，美国领导人必须挫败中国政府。他说，台湾的未来或许还有疑问，不过它的沦陷无疑是美国绝对不能允许发生的事情。台海安全研析中心主任梅复兴也在接受美国之音的短信采访时说，过去几年来一直都有学者专家建议美国政府扩大在台湾的军事训练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当年的军事顾问机制。他说，恢复美国在台军事顾问团机制不仅可落实训练，并较能确保美军所导入的务实创新做法在国军的体制与文化环境下得以延续。美国1979年与北京建交并与台北断交之后，华盛顿与台北不再维持正式关系，美军顾问团从此撤出台湾。两军在美台两地训练合作。对美台军事关系有深入研究的梅复兴说，此前美军赴台训练的对象几乎都是特战单位或精锐部队，如陆战队或蛙人等，一来可以低调执行，二来所需的美军教官人数也不多，很符合美国政府之前战略模糊政策的需要。但现在要派去台湾协助训练的美军人数要增加到多至4倍，显然是协训的对象与领域项目等均扩展至较多的部队，而且还可能不仅再限于地面部队了。梅复兴说，派到台湾的美军其中可能会有相当数量是美国国民警卫队的人员。他也透露，目前有几个州的国民警卫队正在评估如何与台湾合作协训的计划，其中就包括《华尔街日报》所提的密歇根州。他还说，报道所说的密歇根州国民警卫队训练基地格雷林营占地600平方公里，各种设施完善，可提供国军部队在台湾现在已很难有的优良训练场地。与此同时，台湾中央社星期三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台湾陆军第542旅及第333旅联合兵种营今年下半年将首次以营级规模到美国交流，而以往台湾的海军陆战队、陆军特种作战指挥部官兵赴美交流都是以排级或最多连级的层次，因此现在首次将以营级规模赴美深具意义。消息曝光或有用意，不过台湾陆军司令部只称涉外交流依规划办理，对相关细节原力不予评论。报道说，由于台湾国际环境特殊，台美军事训练交流因考量消息外流可能造成变化，多是由美方主动关切，台湾方面从不证实这类议题。蔡英文总统曾在去年10月接受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 CNN 电视专访时透露，美军在台协训国军，不过国防部长邱国正只说，双方只有军事交流的范畴。尽管美国与台湾没有正式关系，但双方关系紧密，美国也是台湾最重要的武器供应者，官方往来一直都在彼此默契下以低调方式进行，但近来这种做法似乎有微妙的变化。就在这个星期，美台在接近华盛顿的美国在台协会 IT 总部举行了有关安全与外交事务的高层会谈。这次闭门会议的消息在事前曝光，美台官员进出会谈地点的画面也被一些媒体捕捉到。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总统府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甚至一点都没有像过往的避讳，反而面对镜头微笑挥手。一些分析人士因此认为，美国政府透过《金融时报》事前的独家报道来操作这次美台特别管道会谈的关系，或许是有意为之。第一个目的就是希望可以正常化这些交流 ，It's not a big deal。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这本身就是双方高层会晤讨论一些安全议题、台美议题等等，这本身就已行之多年。前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 CRO 政治组组长赵怡翔 Vincent Chow 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他认为美方让部分会谈的安排公开是变相的让外界了解，此类做法其实已经行之多年，没有什么值得特别来反对的。对中俄组鼓励他国跟进。兼任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非常驻研究员的赵怡翔说，这次美台国安高层会谈对台湾来说有3个重大进展，包括会谈地点在 8 位于首都华盛顿城外阿灵顿的总部属于大华府地区，会谈的公开性事先让媒体得知会谈的时间、地点及性质，以及举行的时间点，俄乌战争1周年期间对外宣示美国对台海安全的重视。但是除了希望将美台交流正常化以外，不久前才在台湾选举中当选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的赵怡翔认为，美方让这个会谈曝光还有另一个用意，这个目的也是希望理念相近国家可以跟台湾进行一些交流年与合作。我觉得美国这样的做法也确实会有一些鼓励的效果。我相信其他国家看到这样子就会觉得说，如果美国可以，那我应该也可以。如果更多国家可以共同来关注台湾的国防和安全，我想这对区域都是有帮助的。在军事交流的部分，梅复兴也认为，美军计划增加派驻台湾的军人人数的消息在此时经由媒体曝光，美方也可能有其考虑。如果美方希望借此强化对中共的遏阻，那此类的作为也就是需有某种程度的曝光。毕竟，外界所不知道的，美国加持台湾动作是不会对北京构成遏阻效应的。中国观望美如何援乌。星期四，曾任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顾问的约翰·博尔顿 John Bolton 在 WABC 电视频道的 Cats 与 Cosby 节目中受访时，也对拜登总统决定增加在台湾的美国军人人数的做法表示赞许，认为这是一件正确的事。不过他说，美国可以做得更多。我会将2艘美国海军船只驻防在高雄，那是台湾的一个大港，对让中国知道我们将在那里训练并协助台湾防范任何中国可能的攻击。博尔顿说，这么做的目标不是要打赢中国发起的战争，我们的目标是要阻遏中国这么做。博尔顿也认为中国正在观察美国在俄乌战争中的做法，以判断美国是否会真的提供乌克兰充足的武器来自卫。中国政府一贯反对美台之间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谭克飞星期四在每月例行记者会上对美国政府官员有关中国是否会入侵台湾的一些评论做出了回应。这些评论包括中情局长称中方已为解放军2027年攻台做好准备，但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官员在国会听证会上说，确信2030年前中国不会对台湾有重大侵犯。美国空军参谋长也说，不认为中国入侵台湾的可能性迫在眉睫。谭克飞说，美方说法自相矛盾，但台湾是中国的台湾，解决台湾问题不容任何外来干涉。他说，无论美方说什么，都改变不了中国统一进程，动摇不了我们捍卫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意志。以上是今天天下文章节目。天下文章来自网络流行文章，我们尽可能注明来源，如有遗漏，请在节目区留言告知。谢谢大家收看。如有任何人不同意播报你的作品，亦请告知。我是郑小超，谢谢观看。